哪里？姓名：苏文，性别：男，职业：财神。近期有偏头疼吗？没有。果然，他们知道属性面板的存在。看来我不是第一个。考虑加入国家单位吗？有编制吗？有，副科级待遇起步，包房包车，保障家人。好，我加入。开玩笑，刚觉醒金手指，国家队就找上门了，大腿必须抱紧。财神，神字头的天命者，好事，绝对是好事。小廖，资料先别同步给军方，马上申请100万经费，我们要立刻测试他的能力。你的职业是财神，现在让我们看看你的能力。100万，这就是我的蓝条吗？100万才0.1，这消耗也太夸张了。我的财乱时空是作为贵族的民间的成员，好好使用财源，你财源要乱世，你这里是才的是未来，是类似跑团游戏的模拟。感觉如何？走个流程，身体素质有变强吗？没有。操控水火之类的元素能力？没有。那类似制造幻觉的能力？也没有。别紧张，你的职业特殊，等专业人员来评判。来，签个字就可以先回去了。认识一下，李文泽，以后可能就是同事了。李哥，我明天具体是……你运气好，明天有位巡查使路过江城，会亲自考核你。对了，既然你加入了，有没有兴趣来我们警署系统？刚才那100万可是走的我们局里的公账，你加入我们，福利培养一步到位。去别的系统，光走流程就得等死。这样，好的，明白了。计划有变。我们的谈话到此为止，接下来我说的话，你必须记清楚。天命者基础认知，今晚你就要进入规则使境。今晚规则使境是什么？把它当成游戏副本，一个会死人的游戏副本。你会被强制征召进去，活下来你就能升阶。别紧张，但也绝不能轻视它，否则代价就是死。李哥，能帮我个忙吗？你说。借我点钱。副局为什么突然放弃拉拢财神啊？不是放弃，是没资格了。刚才上级直接传讯，这位财神惊动了最上面的那几位，专门负责他的天命者已经在路上了。面对他今晚的试炼，我们能做的不也只是借他一笔钱吗？借来的300万只能发动3次财乱时空，必须用在刀刃上。警告：物品储存时间即将超出临界财神上限，若要继续储存，请缴纳开源。物品储存？什么东西？这是我在未来废墟里从那具尸体上拿到的东西。真的带回来了。财乱时空不只是游戏模拟，而是真正的灵魂穿越。在未来，死亡就会被时空排斥，强制返回，这简直就是一种另类的复活机制。
未来7年后才普及的筑基神功，竟然被我带回来了。7年前，世境破碎，异类入侵，国难当头，我等临危受命，编撰筑基之法。此功法的诞生，星神有不可磨灭之贡献。为支持实验，星神的神具几乎破损殆尽，我等皆应向星神致敬。然国土沦丧过半，实不知喜从何来，望诸君奋战。原来这不是数据，而是一段绝望的遗言。2年后，战争就会爆发。这部神功提前了9年，如果现在就交给国家，未来绝对会不一样。穿越未来，带回技术，财神的能力难道是扮演一个横跨时空的盗火者？李文泽的态度，高层的关注，财神绝对是独一无二的，必须小心行事。星神，你知道我？看来我不用自我介绍了。别紧张，我来只为一件事，保你今晚活着回来。这个你不用看了，对你没用。神自职业者的试炼和普通人不同，他们杀几个小怪就能升级，而我们需要斩杀将领，融入军团。但你不同，财神，你有什么战斗能力？如果你的攻击方式是砸钱，国家可以资助你。我没有用钱攻击的本事，但你的天赋不要告诉任何人。现在回答我有没有战斗能力？没有。好，我明白了。里面有我的剑气，催动它，方圆200米，星辰剑雨，无差别攻击。但记住，这是外力干涉，会激怒规则，让你后续的试炼难度飙升。所以必须用它一波清场，直接升阶。催动的瞬间，站在原地别动，那里是唯一的安全区。等你回来，我们再谈。星神底牌虽好，但终究是外力，真正的保障还是得靠自己。这个加号，难道说这种感觉，一拳就能打死之前的我？100万换1年苦修，太值了。既然如此，消耗钱财，直接提升功法。果然，财神的天赋是深不可测的成长潜力。不过，真正的力量绝不只是战斗。对于这个时代而言，你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。历练目标：迎接财神。准备，试炼即将开始。3、2、1，历练开始。刚才那套动作是炼体诀，
一上来就送我这么大的惊喜吗？欢迎来到第73248号历练界面。本界面天官当值，检测到历练目标、职业、财神历练模式调整。天命历练任务取消，天命历练评级取消，天命历练标准取消。你可在此界面自由探索，所有收获均可淡出。星神说的没错。那本小册子真的一点用都没有。这就是这个世界的生物吗？红臂猴？先试试他们的实力。看来是给我送菜的。才这么点儿，杀1000只才能升级，效率太低了。检测到天命同力，可转化为0.01财源值，是否转化？0.01财源值，那不就是一只猴子等于10万块？我的天，这不是新手村，这是我的私人金矿啊！杀猴攒财源，氪金点功法，实力变强，更效率的杀猴，完美的良性循环。只有3只，太少了。太慢了，得想个办法一次性多拉点仇恨。喂，你们这群丑八怪，来追我啊！我这是被一群猴子给鄙视了。果然被鄙视了，很不爽吗？居然全员出动了。练体诀的呼吸法居然还有恢复体力的效果，虽然不多，但也是个惊喜。不对劲，杀的越多，他们的移动速度和力量就越强，这是某种狂暴 buff。差不多了，不能再贪了，再杀下去恐怕会翻车。星神的意思是让我升阶就走，但我可不这么想。来都来了，不好好历练一下，怎么对得起财神这个名号？0.65的财源足够了。
这就是苦修10年的力量吗？土气成剑，普通人修炼10年就能拥有这种力量。若将此法普及，未来未必没有一战之力。实力有了质的飞跃，再取一次未来。上次被秒杀的耻辱，这次一定要找回来。就算打不过，多看一眼，再带点未来的技术回来，也是血赚。你消耗了大部分财源，再次扰乱时空。之后，战场不是废墟吗？未来被改变了。来自过去时空的财神啊，江城战场，欢迎你的到来。未来改变了，是因为我？不，更有可能是星神。我在房间里练习炼体诀，他一定看到了。这部筑基神功提前10年出世，引发如此巨大的蝴蝶效应，也合情合理。距离你的战斗波动肆虐，是要潜行观察战斗，并伺机加入，还是要相互撤退，去寻找新的道路？撤？开玩笑，我现在可是身怀巨款的人，实力也今非昔比。但飞天遁地的战斗，我一个灵阶去凑什么热闹？胆小的财神啊，你自知实力低微，做出了明智的选择。砸碎，血不流干，死不休战。这就是10年后的战争吗？来自过去时空的财神啊，同胞的战死是否让你血气飞腾？你又是否愿意为此同胞的家人，像天边的异类，亮出你的剑锋？不愿意，别忽悠我了。我一个灵阶菜鸡过去，是怕敌人杀得不够爽吗？我这是在为人类保存有生力量。怯懦的财神啊，你任凭同胞死在面前，连最基本的怒骂敌人都做不到。总有一天，你会为自身的行为感到羞愧。这旁白怎么回事？一直在拱火让我去送死。稚嫩的财神啊，请你做出自己的选择。一个大门，一个小门，这里面肯定有说法。我现在没有财源，不能再开时空穿越了，必须谨慎。对于大门的选择，你因为财源的短缺而不敢轻易下决定，于是你站在一旁，想观察一下别人的进程规律。但你鬼鬼祟祟的行为被守城士兵发现，他们认为你长时间观察江城防御工事，居心叵测。奸细，放箭！我操！根据战士条例规定，守城士兵将你射杀，你死了。不是吧？还有这种惩罚机制？不就是多穿越了一次吗？时空长河这么小气还贪财？他能听到我的心声。时空长河是何等伟岸、神圣、不可名状的存在，我对其的敬仰犹如滔滔江水，连绵不绝。前行没必要了，既然你们的战斗力已经摸清，那就正面撵过去。
血气市井，宁信其有。走。还好走得快，那家伙光是吼一声就有这种威力。这波血赚，让我想想。我的天赋不是用来冲锋陷阵的，而是大后期能带飞一个时代的超级辅助。我要做的就是苟住，不断去未来薅羊毛，然后和国家合作，实现共赢。好了， debuff 消失了，是时候再去未来看看了。上次因为观察被射杀，这次直接进大门给军队走，我走小门。年轻的财神啊，你做出了明智的选择。这是在祭奠谁？来自过去时空的财神吗？你在这未来的时空中发现了你自身的雕像。当你看到自己英年早逝，成为被人祭奠的先人时，你有何感想？我死了？怎么死的？姓名：苏文，职业：财神，享年24岁，卒于秘境探索。若苏文不死，我武道必将更加辉煌。没有他，人类的境况会惨烈10倍。有武者认为苏文之死另有蹊跷。10个月，我只剩下10个月的命了，而且是谋杀。我一个狗道大师，怎么可能就我一个人死了？绝对有阴谋。你发现了自己短暂的寿命，但在仔细思索后，你觉得此事不简单。强大又深思熟虑的你，怎会死得这么早？贫穷的财神啊！作为财神的你，却连一本最简单的武技都买不起，你是否内心羞耻？我去，那么贵！小兄弟，等等，你长得可真像武道祖师苏文啊！怪了，你身上气血的运行方式，怎么还是最老版的基础断体法？国家3年前就更新了啊！罢了，看在你和祖师爷这么像的份上，这个送你了，就当结个善缘。这是改良版的基础断体法，22式5种呼吸法，效率高得多。这本是杜国威大师亲创的虎拳，最适合配合断体法修炼，拿去吧。多谢馆主。过去的我种下的因，让未来的我尝
尝到了果，这感觉真奇妙。倒霉的财神啊，你恰巧赶上了高层战力的残酷斗争。这是什么？你双目漆黑，气血逆流，走火入魔，你死了。只要能带回东西，死几次都值了。江城内有内奸，未来我的死有蹊跷，这些信息都证明了隐藏实力的重要性。星神拿走了炼体诀，未来已经注定会改变。我要做的就是在一次次改变中攫取最大的利益，增强自身。财源留着不会生利息，只有变成实力才是真正的保障。替换。进化，灵魂密码。这就是一阶生命体的感觉吗？很好，从今以后，对外我只是一阶财神。至于我的真实战力，就作为我应对那场死亡预告的底牌吧。只有功法还不够，我需要真正的攻击手段。我现在到底有多强？这就是炉火纯青的虎拳吗？说曹操，曹操到，正好有个送上门的靶子。危险！好，晚了。光是吼声唬人，实力连一阶都不到。看来我的力量已经远超这个区域的平均水平。银币是铜币的50倍，那上面肯定还有金币。1枚金币岂不是等于2亿5千万？
不行，不能上头。就是这种对自身实力不清晰的贪念，才是我未来死亡的根源。稳一手，先把能稳定收割的韭菜全都割了再说。名利、监工、统领，好一个等级森严的猴王国！既然如此，就别怪我斩草除根了。我不想死，星神很强，但财神没有战斗力，这本身就是最大的破绽。一个潜力巨大却没有自保能力的辅助，在内奸眼里就是最优先的清除目标。我不知道离开这里还有没有这种天赐的歼灭力，我不敢赌，也赌不起，所以抓住眼前的一切机会，变强，用尽全力，为那该死的未来搏一条生路。区域内敌人已被肃清，是否摧毁猴王国附属矿洞核心，重新占领该矿洞？猴王国听起来就是个大麻烦，不过富贵险中求。有这张底牌在，至少有掀桌子的能力。先看看占领了有什么好处。占领。一天1000万，虽然只是2只银币猴的量，但这是被动收入，源源不断。如果能占领更多，不过这么高调，这摆明了是在拉仇恨，逼我继续历练啊！金柱林，财神现，快找十方大将换80脉主！我等被囚禁了无数年，等待的机会终于来了。杀了他，夺走他的财运，打破这该死的囚笼！财神历练，干涉者诛。刚才那是什么？错觉吗？历练？为什么偏偏是还在历练中的财神？传令，命一支黑甲中队前往金光之地夺回矿区。1.65台元3亿6500万，足够了。先将功法点到极限。
这就是武者的终点了吗？对于天命者而言，却只是起点。用财源打破上限，虽然能变强，但性价比太低，还会暴露底牌。不如再去一次未来，正好验证一个猜想：未来究竟是在我交出功法后才改变，还是只要我知道了功法，就会实时变动？你来到了10年后，多次来到未来，而只有这一次，你降临之地终于不再是战场。看着周围熟悉的和平环境，你心中很是高兴。看来基础断体法 1.0 和虎拳的提前出世，真的极大的改变了未来。哎，你是不知道，7年前史境破碎，那些怪物出来的时候多吓人啊！幸好啊，有武道先驱苏文先生提前示警，咱们国家早有准备，不然现在哪有这么安生的日子过？哎，小兄弟，你别说，你长得跟那位苏文先生还真挺像，要不是他老人家都牺牲好多年了，我还以为拉到本人了呢。正在感慨自己名头增多的财神啊，从一位出租车师傅口中再次得知未来的死讯，你心中又有何想法？还是死了吗？师傅，那位苏文先生是怎么牺牲的？听说是在一次非常重要的史境探索里，为了保护同伴，牺牲了自己。哎，真是天妒英才啊！愚蠢的财神啊，你需要好好反思，在一个坑里跌倒2次，并且还是付出生命代价的大坑，你往日的胆小与怯懦都跑哪里去了？命运被锁死了吗？无论我怎么做，都会在那个时间点死在那个地方。不，我不信命，这背后一定有更深层的原因。1年前新开的武道图书馆，我带你去看看吧。到了，小兄弟，看你跟苏文先驱这么有缘，这次车费就免了，我带你进去转转。擅长白嫖的财神啊，你再次凭借不要脸的天赋完成了一次白嫖行为。警卫，这个人有问题，他顶着一张苏文先驱的脸，却对咱们江城1年来最大的变化。武道图书馆一无所知，我严重怀疑他是异类伪装的间谍。不许动，举起手来！傻乎乎的财神啊，你根本不明白，战争时期人们的警惕性，即便只是一位出租车师傅，也有一颗为民除害的赤诚之心。我这是被朝阳群众给举报了。可耻、恶心、卑劣的异类，竟敢如此亵渎我的偶像！冷静，冷静！死之前必须捞回本。信息，我需要更多的信息。好运的财神啊，你碰到了一位理性大于感性的武者。不，万一他真的是苏文先驱，只是被困多年，刚刚归来。如果是真的，那武道的未来，师傅，您先回去等通知，一经核实，50万奖金会立刻打到您的账户。稍安勿躁。
文。先驱被人残害，我必倾尽一切为先驱复仇。若我身死，必是黑手所为。星神成了总战场总统领，杜国威真正的武道大师，站在我的肩膀上，开创了二阶之路。还有杜白华，我的狂热追随者。这是一个英雄辈出的时代，而我成了那个开天辟地却又最早逝去的巨人。我薅来的羊毛被他们养得更肥了，而且还长出了各种新品种的毛。我可以看看这里的书吗？可以，但我必须全程陪同。当然。经历多次时空之行，你从未像此次这般愉悦过。武道图书馆储存着武道10年发展的各项成果，若你能将其搬回过去。杜大师，既然你这么崇拜我，那我就不客气了。你未来的潜力，由过去的我来帮你提前挖掘一下吧。贪婪的财神啊，在李东这个不知情人士的帮助下，你开始翻阅杜国威发表的武道文章。二阶武者的关键到手了。通过你的观摩，你学会了基础断体法2.0，不间断地学习了2种武道法门。你有些累了，接下来有何打算？选项1，同李东闲聊，了解局势；选项2，继续进货，将未来的武道成果统统搬回过去。选2，实力才是一切，知道再多，没实力也是白搭，能搬多少是多少。这都什么跟什么？奇怪，先驱大人怎么会看不懂区区八卦掌？先生，您可以看一下旁边杜国威大师对八卦掌的解读文章，或许会有帮助。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武道开创者，神字头的财神，怎会连这点武道理论都看不懂？他是假的，是异类伪装的。上级的命令，专人快到了。无知的财神啊，殊不知你的这些举动，会在对方得知你的真实身份后，对崇拜武道先驱的追随者们造成多大的心理阴影。看不懂不是很正常吗？我又不是真的武道家。再说了，用你未来的心理阴影换你过去的武运昌隆，你应该感谢我才对。牛逼！这才是真正的大师，这才是武道先驱该有的人物模板，而我只是个搬运工。一切为了未来。杜大师，你超前的理论和猜想，就由我来帮你提前面试吧。让过去的你站在未来的你的肩膀上，看看能创造出怎样一个辉煌的武道盛世。无能的财神啊，在明知自身没有武道天赋的情况下，你也只能选择将武道的未来交至武道大师杜国威的身上。
风神大人，来自过去时空的财神啊，你第一次遇见了同为神字头的天命者。初次见面，又或者说好久不见。好运的财神啊，你未来的战友好像认出了你，并向你释放出了善意。风神，神字头天命者，是友军可以抱的大腿。如果能取得他的信任，这次时空之旅的收获将无可估量。我刚才竟然怀疑先驱大人是间谍，我真是罪该万死。先驱大人被困10年，回来后第一时间就来了解武道发展，这是何等崇高的精神啊！星神他一直都很想你，要是知道你回来了，肯定会高兴坏的。这是暗号。多灾多难的财神啊，你根本无法对刚才的奇怪声音做出回应，你内心不由自主地冒出一个惊悚的想法。我也很想见星神，风神大人，您能带我去见他吗？当然可以。倒霉催的财神啊，看来你交付的答卷让风神很不满。若你再不说话，或许李东就是你的前车之鉴。杀人灭口，他绝对是内奸。他想知道我跨越时空的能力，绝不能让他得逞。赌？我从不赌命。呸！勇敢的财神啊，你做出了明智的选择。还不动手？心理素质这么强，不愧是顶级内奸。想活捉我？做梦！我这么铁的吗？糟了，他要活捉我！强制召回，代价真大，穷的只剩裤衩了。风神，这个仇我记下了。空口无凭，现在还动不了你，但只要让我抓到机会，天命者之间果然不平静。星神的提醒，我现在才算真正明白。穷的时候送钱的就来了，来的真是时候。100只黑币后，2只银币后，加起来6财元，非常不错。气血共凝之术，以纸为枪，气血为弹，就拿你们来试试新玩具的威力吧。
跑吧，正好给我带路。终于来了。开始升阶。天命境界，二次升华。原来如此，普通天命者升阶是第一次进化，而修炼了武道的天命者却能经历2次，2次进阶带来的潜力绝对远超1次。这恐怕才是星神他们创造炼体诀的真正目的，不只是为了提高存活率，更是为了提高整个族群的未来上限。可是，在我搬运了武道功法的未来，为何星神他们反而没有去研究武道了呢？想那么多也没用，未来的事总会知道的。5000多万都换不了 2.0 版本，看来回去之后得想办法搞钱了，总不能真把国家印钞厂给累垮吧？炼化万物，这可不太像财神该有的神通啊！财神的神通不应该是点石成金或者撒币攻击之类的吗？价值含量，炼化目标矿脉，日入1000万的矿脉，价值都算较低，这神通的胃口可真大。反正我也要走了，留着也是浪费，就拿你来试试神通的威力。炼化，原来如此，炼化万物为财源，这才是财神的真正核心。杀人放火，毁尸灭迹，变废为宝，这神通简直是6边形神技。我现在总算明白了，我要是内奸，谁都可以不杀，财神必须死。大后期神辅助，现在看来还是个潜力无穷的战斗单位，妥妥的6边形战士模板。这谁敢让你发育起来？敬畏世界，不傲慢，不懈怠，好好活下去，才是对敌人最大的报复。替换，然后就去猴王国好好的拜访一下吧。全军覆没，只剩1个活口，覆灭的速度太快了。这个财神成长的速度远超我的想象。传那个幸存者来见我。
退下吧。机会，这是上天赐予的机会啊！那只银臂猴身上残留着财神的气息，他没有抹除印记，说明他还会再来，他要主动来找我们。财神历练我们无法干涉，但如果是财神自己送上门来，被我们正当防卫呢？十方大将，巴陵脉主，速来集结！上面那位没有再警告，说明我的猜测是对的。只要我们不主动出击，就不算干涉。将军们，决定我们族群命运的时刻到了！12财元，1亿2000万，为了替换一个功法，这消耗太恐怖了。不过值得，2阶生命体这种力量感。蚊子再小也是肉，50万一只，不能浪费。我操！搞半天，所谓的猴王国就这一座城，我还以为是多大的势力呢。直接杀进去，不行，太猛了。万一城里有什么大型防御武器，得想个办法利益最大化。老王已死，新王当立。今日这王位，本王拿定了。那怒烈，你竟敢当面刺王，你愧对王的信任。我这是恰好赶上猴王国叛乱了。这就是猴王国高层的实力。开什么玩笑！金臂猴最多2阶，我这评估错的也太离谱了。这打起来的余波都能把整个猴王城给掀了。星神的历练只是杀了一个偏将，他留给我的手段最多也就是对付一个银臂猴的加强版，拿这个去对抗天上那群怪物，怕不是一巴掌就被拍成粉末了。不对，风险太高，收获已经够大了，没必要把命搭进去。撤，必须撤！那怒烈，按约定来帮你挡住死丘。叛乱导致防守空虚，这剧情怎么看都像是在引诱我进去浑水摸鱼。但是不对劲，一切都太巧了。王，财神还在城外，
非常谨慎，不肯进城。你也去，朝着那怒烈往死里打。是。演的差不多就行了，都打成这样了，那小子为什么还不进来？别急，他很谨慎。看来再加一把火。怎么加？把你的脑袋劈成2半。连叛军首领都被杀了，这是最好的机会。现在进去，绝对能捞一笔大的。哟，猴王国在开派对呀！这么大的事，怎么能不通知我一声呢？诸位，停止内斗，听我号令，倾巢而出，御敌，杀暴王！那怒烈族群的未来靠你了，王，我尽力。我们的计划本是为财神准备的3场大戏。财神必然会以为自己是最后的黄雀，去猎杀我们这些重伤的猎物。届时，在他最松懈的那一刻，我将亲自出手诛杀财神，夺取财运，带领族群摆脱这该死的囚笼。可谁能想到，暴王这个蠢货竟会跑出来坏事？啥情况？我不就是来打个秋风，顺便看看金光是啥吗？你们不是在内乱吗？都杀红眼了啊？怎么我一嗓子，那死掉的老猴子活了，你们也不打了，还一副要跟我拼命的样子？叛乱是闹着玩的，老子不就吼了一声吗？至于？秘技血脉燃烧，犯我亡国者，欲远必诛，杀！我操！玩真的？猴王城的叛乱是假的，打得那么真，都是在演戏。这一切都是为了引诱暴王，然后借助主场优势和轻敌之心弄死他。我操，这些猴子也太会玩了吧！这些高端战力、智商和演技都在线，异类的实力本就强大，如果连阴谋诡计都玩得这么溜，人类的未来恐怕比我想象的还要黑暗。财神，星武已激活，你有3种选择：一次星辰打击，
范围1000米，寸草不生，但能量层级超限，用后必须立刻回归。10次剑落星辰，范围200米；100次星辰剑气。最后，祝你历练圆满。我在江城等你回来。星神这人是真好啊，对我说的跟实际给的完全不是一个档次。他这么做就是想让我依靠自身的力量，但现在我已经激活了他，不用就浪费了。等等，不对劲！猴王国演戏引诱豹王，这个逻辑看似合理，但有一个巨大的漏洞。我是财神，这里是我的历练史境，我才是主角啊！我占了他们的矿，杀了他们的军队，他们怎么可能对我视而不见？我明白了，他们真正的目标从始至终都是我。财神，为什么停在城门口不动了？那怒烈准备好了吗？该死，难道他看穿了？王，他会不会是觉得我们打豹王也是在演戏？那就只能来真的了。豹王，你弃我族群多年，今日死战不退。啥玩意儿？这就开始拼命了？老子怎么就欺压你多年了？讲不讲道理？妈的，就你会燃烧生命，兄弟们，给我干！演，继续演，演得越真，就越证明你们心虚。想用一个半死的金光猴当诱饵，让我进城捡漏，太天真了。对付你们这群影帝，就得用不讲道理的方法，打完就跑，真刺激。回归。不，为什么？为什么不进来？我们付出了如此惨重的代价，所有的计划，所有的牺牲，全都是无用功。豹王，停战吧，没有意义了。没意义了，你想打就打，想停就停，当老子是来表演的。原来我他妈真的只是个配角，刚才我竟然还想跟这种级别的存在动手，撤，赶紧撤，这里太他妈诡异了。
这星武的威力这么大的吗？星神说的1000米之内寸草不生，原来是这个意思啊！他考虑的可真周全。新任财神，你好。你在历练中借用了外力，这会对你的评级造成影响。对此，你有意见吗？没意见，大佬您说了算，我能有什么意见？很好。正常来讲，你的评级是完美，对吧？对。因为你借助外力，所以我要对评级进行调整，没问题吧？没有。很好，那么历练评级调整开始。擅长借助外力，化外力为自身助力。这调整方向是不是反了？别急，接着看。虽怀菩提心，却有阎罗大。察觉猴王国欲掠夺财源后，以雷霆手段诛杀罪魁祸首。这评级怎么回事？虽然看不懂，但大受震撼。不过大佬给的好处，不拿白不拿。反正我只有10个月的命了，未来的债，未来的我再操心吧。财神，对此评级可有异议？绝无异议。财神历练界面，天官已取消介入，最终评级亘古无异，触发最高奖励发放财神专属神具元宝。结算完成，财神。真是魔幻的经历啊！什么魔幻经历？介意分享一下吗？欢迎回来，财神。多谢你的星武，我受益良多。你还是用了呀，看来历练不简单。评级是不是受影响了？算了，平安回来就好。既然你已完成历练，那么正戏来了，我正式邀请你加入我创建的组织。好，我本就打算加入国家，依靠集体的力量，才能将我的天赋发挥到最大，也才能更好的活下去。很好，不过我们这个组织和普通的单位还是有些不一样的。从现在开始，戴上它，这是属于财神的面具。从你戴上它的那一刻起，世上再无苏文，你的一切交流、行动都将以财神为名。这副面具就是你行走于世的全新身份。好，从此以后，苏文是苏文，财神是财神，隐藏身份。看来星神对未来的危险知道的远比我多。你不好奇吗？以假面示人，真身隐藏，怎么看我们这个组织都透着一股不正常。你就没什么想问的？你这不是替我问出来了吗？你和我见过的其他天命者都不一样，但你说的对，神字头天命者天赋异禀，
潜力无穷。在你没有足够自保的力量前，暴露身份，就等于将你和你身边所有的人都置于敌人的瞄准镜之下。无论是国家间的交锋，还是我们内部的清洗，未成长起来的神，都是最优先的清除目标，你懂吧？我明白。面具会帮你隐藏一切，从今天起，只有我知道，也只能我一个人知道，财神就是苏文。他果然已经感知到了我的2阶实力。明白了，但警署局那边我留下了信息。放心，都处理好了。昨天的苏文是普通人，今天以及未来的苏文依旧只会是普通人。所有见过你的人都对你再无印象。你好熟练啊！那我欠李文泽的300万，你替我还了吗？你不会没还吧？所以我这算赖了人家300万。记忆清除后，关于你的事都会被模糊记忆合理化。他账户少了300万是既定事实，他的记忆会自动帮他找一个最能接受的理由，比如投资失败了，或者捐赠了。再说了，你不用有心理负担。怎么说？我查过，那300万是他存了很久的积蓄，这么重要的一笔钱，他在被清除记忆前闭口不提，你以为是为什么？他是在赌，用300万换一个未来财神的人情，所以别觉得亏欠，300万换你一个人情，这笔买卖他赚大了。李文泽，这份人情我记下了。300万换你一个人情，他赚大了。能在史境中活下来的，没有傻子。当然，如果你觉得不舒服，我可以替你还了这份人情。不用，这份人情我自己还。不管李文泽是怎么想的，他借我的300万，在我最需要的时候帮了我大忙，这就足够了。行，既然你有自己的安排，我不多说。那么是跟我回组织，还是在这里和朋友告个别？去组织？朋友？我这个身份已经没有朋友了。我也想看看我们的组织究竟是什么样。还有那个叛徒风神，他出现了没有？好，那就走吧。一个办公室，这就是神字头天命者的总部。欢迎光临。这是我们的新成员财神，也是我们组织的第5位成员。你们可以先认识一下，我还有事就不陪了。你以后就习惯了。星神他啊，忙得很。你好啊，财神，你的信息我们都知道了。自我介绍一下，我是喜神。喜神，开心的喜。他的天赋是让人开心，还是让自己开心？哈哈哈，不是开心的喜，是戏剧的戏。我这人没什么别的爱好，就爱听个曲儿，看个戏。可能我的职业也跟这爱好有关吧。
我是财神，所以我……西神爷爷，我回来了。今天的作业好难哦。小风，来，认识一下新同伴。这位是财神，财神，这位是风神。风神？就这一个小屁孩？不对，这不对。未来我是被一个小学生给坑杀了，而且还是2次。我到底是有多蠢？还是说现在他还不是叛徒，或者真正的叛徒另有其人？大哥哥，微风告诉我，你不是很喜欢我。该死，他的感知能力，并非不喜欢，只是刚来新环境有些不适应。可是微风告诉我，你有点排斥我。你不排斥系神爷爷，说明你不是因为环境。财神大哥哥，我是不是哪里做错了？我可以道歉的。小凤，你今天的作业是不是还没做完？还没呢，不过已经完成一半了。那还不赶紧去做，再做不完，今天就别想玩游戏了。哦，好吧，好吧。财神，你是听到了小风的职业，才对他产生反感的吧？不能说，绝对不能说，但是也不能骗他。在与西神、风神短暂接触后，星神再次出现，与财神进行单独谈话。你对风神的排斥并非无缘无故，这件事我会调查。现在我们谈谈另一件事。你在历练史境中似乎掌握了一套成体系的强身动作。是。来了，正戏开始了。我无意窥探你的秘密，但那套动作对整个华夏意义非凡。你是否愿意？我明白你的意思。但是什么？但是那套强身动作已经过时了。过时了？怎么可能？那套动作看似简单，却暗合周天星斗之变，每一个呼吸都与人体气感完美契合，甚至对我的神通都有启发。这种级别的功法，他才离开1天不到，竟然说他过时了。那你演示一下新版本。好，计划通第一步，先拿出 1.0 版本，看看他的反应。确实，新版本的效率比旧版强了很多，但它有一个缺陷，不知你注意到了没有？缺陷？我观摩旧版本时，总能从中找到一种灵光乍现的感觉，那种感觉很奇妙，能扫清我修行中的诸多困惑。
但在新版本里，那种玄妙的感觉消失了。我明白了，旧版本是未来时空的星神倾注了心血和感悟的结晶，所以现在时空的星神看到它，才会有那种灵光乍寒的感觉，因为那是未来的他留给现在的自己的答案。那种感觉或许只是机缘巧合吧。这套功法本就是为了让普通人强身健体。也是，那种灵光飞扬的感觉可遇不可求，我能体验一次也该知足了。新版本我会送去检验，确认无误后就会推行，届时国家会对你的贡献进行奖励。对了，它叫什么名字？旧的叫基础断体法，这个就叫基础断体法 1.0 吧。至于下一个可以叫 2.0。这样很清晰。你刚才说下一个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字面意思。你是想问我是不是已经有了 2.0 版本的想法了？难道不是有想法了，是 2.0 版本，我已经做出来了。开始你的表演。这次的变动太大了，所以还有吗？ 3.0。他竟然还想要？没了，3个版本已经是我目前的极限了。财神同志，感谢你对国家的付出。这条路是普通人也能踏足的超凡大道，他一个人已经影响了这个时代。其实，你想要的那种灵光飞扬的感觉，我仔细想了想，有实现的可能。怎么实现？需要我如何配合？上刀山下火海，我一定办到。你先松开。也不用那么严肃，就是你没事的时候，可以多研究研究这个 2.0 版本。随着你眼界实力的提升，肯定会有新的感悟，说不定你瞅着瞅着，那种感觉就又来了呢。就这，你管这叫办法？当那种灵感是大白菜啊？不对，财神不会无的放矢，或许这功法里真的还隐藏着更深的奥秘，需要我去亲自挖掘。试试嘛，不试怎么知道呢？未来的星神，为了现在时空的星神，就辛苦你了。好，我研究一下。对了，我还有一件事。你说，前面2件都是惊天动地的大事，这第3件也定然很重要。我刚才想到了一个肯定很赚钱的法子。你不用为钱财担心，你的贡献国家会给你兜底。让一个能改变时代的战略级人才去操心怎么赚钱，这是国家的重大损失。我需要的钱可能有一点点多，而且这种赚钱方式近乎白嫖，不用白不用。你需要多少？说个具体的数字，我上报。原则上来说，无上限，越多越好。我们组织每个月有100亿的经费。如果你需要，可以交给你来掌控。那我现在能全部提走吗？
全部拿走不合适，多少得给组织留点日常开销吧。那留1个亿当日常开销，1000财元，那将是何等恐怖的力量！但代价……等等，星辰提示我，你用钱这件事不寻常。财源之力，真的只是纸币和数字那么简单吗？果然没那么简单，财源的本质绝非凡物。你刚才说的赚钱思路，赚的是国内的钱还是国外的？国外的。说说你的计划。将基础断题法卖给他们，3个版本，从最垃圾的初版开始卖，等他们尝到甜头，我们再卖 1.0。反正我们推广开，他们迟早也能弄到。既然如此，我们为何不自己来捞这一笔呢？你说的很有道理，这是你创造的功法，你有最终决定权。但是有一个问题，我刚查到，秦都那边有个叫财灵的天命者，他只要短时间吸收超过1亿的钱财，就会在当地引发小规模的经济动荡。所以，如果你直接吸收100亿，那将会是一场席卷全国的经济风暴，对吗？没错，不过如果有预案，慢慢吸收，10几亿应该没问题。非常时期行非常手段，只要你能持续拿出引领时代的功法，这点代价国家承受得起。但如果能将这场风暴转移到国外，这也正是我的目的之一，让武道之花在全世界绽放，催生出更多的天才和理论，未来的我才能薅到更高级的羊毛，同时增强全人类的实力，为未来的异类入侵添堵。至于吸收外币导致的金融风暴，那是他们为提前欣赏武道之花必须付出的门票钱。等等，如果吸收金钱就会导致金融动荡，那岂不是说敌对势力想扰乱我们会变得非常容易？是啊，不然你以为国家是怎么能在你觉醒的半个小时内就精准找到你的？天命者最大的危害从来都不是武力，而这也是国家花费巨大代价，我花费巨大代价在那里。网络上的每一个节点都对应着一个天命者，布置星斗大阵的根源所在。原来从一开始我就在他的注视之下。我不是在和星神谈话吗？怎么？恭喜天命者朱文成功晋升为神字头天命者。原来如此，那如果我没加入国家单位会怎样？加强关注，加紧监督。当然，这全凭个人意愿。我们也会和个体力量合作。没冲突时，何必逼追求自由的天命者到对立面？神字头天命者，有谁没加入国家方面吗？没有。何必惊讶？作为神字头，你觉得将一位神字头天命者放在外面任其自由发挥合适吗？我们组织对神字头天命者没有严谨的规章制度和条款限制，甚至组织的动向和举动
也为内部神字头天命者服务，这难道不好吗？这种情况下，谁会拒绝呢？也只有神字头天命者才能成为我们组织的成员，这点从一开始就确定了。当然，事无绝对，若有天命者作用比肩神字头，吸纳也正常。于国家，于个人，我都希望华夏神字头天命者越来越多。可惜，规则史竟记载至今20年，神字头数量非常稀少。20年时间，我们华夏才有5位神字头天命者。组织内其他人说的话，你都可以无视，但戏神说的话，尤其是戏剧领域的话语，你需要好好琢磨着听一下。他成为天命者时间不短了，有时不经意的话，初听无感，未来经历某事，或许会豁然开朗。当然，也不用迷信权威，若内心有强烈直觉，还是跟着内心感触行事。3个版本的基础断题法够我忙一阵了，售卖的事交给专业人士吧。戏神吗？他跟我说过什么封神是个好孩子，还有汤显祖的牡丹亭，还是我先提的。至情理论，搜索结果：至情理论将情感推至本体的地位，万事万物的驱动力都是情感，情胜于律。牡丹亭，情不知所起，一往情深，总体就是男女主角谈恋爱，杜丽娘复活，浪漫了点儿。啥意思？戏神那句话代表我未来会遇到一见钟情的女子。我现在可没心思谈情爱，最重要的是让我活得久一点。按正常发展，没多少时间了，人死了，浪漫还有什么意义？神具元宝，财神专属神具，有着绝妙的功效。财运值12.4。如果把金币猴和紫币猴掉落的天命币带回来，得有多少财源啊？可惜，还好之前杀了不少黑币猴和银币猴，不然财源值还是个位数呢。buff 时间长河的注释，剩余时间4小时35分钟。提示：可使用元宝之力混淆时空，躲避时空长河的注释。混淆时空，躲避注释，太强了！不愧是财神的专属神具。看来规律是，只要我财乱时空的频率快，时空长河的注释就会出现。那段时间进行财乱时空，财源消耗翻倍。我太穷了，还是等等吧。彻底消失。现在去未来看看吧。刚入门的一阶财神啊，你历经千辛万苦，终于从不入门的财神跨进了财神的门槛当中，而你可以动用的财源之力也比之前多了10倍。文字变动，有不祥的预感。财源值11.4。可动用财源之力增长了10倍，意思是消耗增加了10倍。一阶财神的消耗是0阶的10倍。1个亿，10个亿，这自己还能玩得起吗？我以为多少没那么穷了，这样一计算，发现自己更穷了。果然，时空长河的注释是最恶毒的一种诅咒。0阶财神才是福利局啊！以后每次跨越时空都要好好琢磨，争取收益最大化。强大的财源之力在时空中震荡，裹挟着你来到了10年后。新手上路的财神啊，这次你的位置发生了偏移，你来到了10年后的帝都。帝都破灭了。上次时空江城还一片和平，为何帝都反而破灭了？难道和我的所作所为有关？
内心的彷徨与无助开始充斥心扉，那令人窒息的愧疚感向你袭来。请选择方向：一、东南方向，入口方向；二、东北方向，异常安静；三、西南方向，人类足迹；四、西北方向，植物残存。西南方向，西南方向有人类足迹，或许能找到有用信息。安静的东北方向绝对有问题，西北方向的植物残存也充满未知。谨慎的财神啊，你决定跟随人类可能残存的足迹，向着西南方向行走。虫子，巨木堡垒。自己和对方差距太大，不能硬拼。无能的财神啊，面对同胞被围攻，却没有上前相帮的勇气。这不是恶战，这是大屠杀！可恶，我必须隐匿气息，不能引起虫群注意。我的使命是寻找信息。怕死的财神啊，你的运气不错。虫群在将巨木堡垒中的抵抗者吞杀完毕后，很快撤离此地。或许能从中搜寻到一些信息。胆魄惊人的财神啊，没想到你还敢向同胞被屠之地迈进。而在你前去收集想要信息的时候，你能感受到弥漫在空气中那亡魂的愤怒吗？才乱时空的旁白，这语气有点阴阳怪气。不过躲藏起来没有出手，确实可以归类到怯懦。你仔细的收拾残存物品，从抵抗者的包裹中找到一本破旧的笔记。纸质笔记本，我本以为能找到些电子产品。你怀着心中的疑惑，打开了抵抗者笔记。来自过去的财神与来时空发生的大变，开始在你面前缓缓展开。黑暗历1年，全球突然停电，所有以电为使用能源的物品失去效益，科技武器失去威力。在异类入侵的关键时刻，所有武器失效。2个月后，帝都战场和魔都战场失守，华夏正式进入黑暗的大逃亡时代。我在逃亡途中亲眼目睹足以吞噬一切的凶猛者。幸好我遇到了一位强大的同胞，3字一个云，没有姓氏。今天我们受到了机械种云的腹部被划伤，我很自责，为何如此没用？为何我不是天命者？我好恨，恨自己，恨虫子，恨异类，恨。今天我在云的帮助和指导下，气血有了很大涨，突破成为2阶武者。只是这段时间，我们看到了帝都各地的惨状，避难所很快被异类剿灭，这个世界究竟……听人说，山海总战场已经告危，一旦攻破，人类社会将大破灭。我不理解，明明异种入侵时，华夏还有优势，为何事态发展成这般？他也不知道具体原因，只是一场战争，人类失败了。云死了，为恶灵牺牲，为保护我这个废物牺牲了。可恨啊！这个崩溃的世界，到底怎样才能恢复正常？武道的开创者，你到底是个怎样的人啊？我同一群有志之士重回帝都探索，我们是炮灰敢死队，只要有一个人带回信息，就值得。你翻着翻着，发现后方的笔记有优势，能看到的有一些情绪之字，甚至你在翻阅的过程中，发现中间也有大量的祸害历史。心情复杂的财神啊，当你从一位抵抗者残破的笔记中发现历史发生重大改变，甚至历史进程被强制中断，莫名进入了黑暗历史代，不知你作何感想？
黑暗历大逃亡时代，电子能源失效，武器失效，帝都和魔都战场沦陷，山海总战场告危，异类入侵屠戮帝都，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？日记中的云说一处战场失败，哪处战场？怎么失败的？为何失败？这些在日记里只是简单一提，太片面了。武道的开创者是崇拜的口头禅，还是说真的是我一手造成的吗？我怎么造成的？武道没怎么发展，上线3阶，对比天命者还是太弱小了。我如果死得很早，要怎么对这个世界造成这种影响，让世界陷入崩溃边缘，华夏彻底失守？作孽啊！星神作为山海总战场的总统领，还在坚守吗？华夏几乎全面失守，还有防守必要？不行，华夏顶尖战力就该先退回来，组建庇护所，保留火种。总战场的人会想不到这些，没有回来，肯定有更严峻的原因。人类在和哪些异类战争？虫子模样的异类是其中一种，他们来自哪里？规则使境，我现在能做什么？武道功法改善，上限提升是好事，但封神，如果封神是内奸，我确定他会坑杀我，我肯定会动手。但他的死会造成华夏这么大的变动吗？如果封神不死，华夏只是有危险，但封神死的话，整个华夏可能都要完犊子。具体情况还是继续看看吧。颓然的财神啊！你在知晓华夏如今面临的局面后，心如火焚，迫切的想要找寻到更多的信息。除了一些吃的和一张手绘地图外，再没有其他信息收获。但你也很清楚，帝都沦陷，惨遭屠戮，这边除了人类后方派出的敢死队之外，几乎不可能存在其他的人类生命。接下来的路程，你要如何安排？一，在帝都附近寻找其他的敢死小队，通过这些敢死小队来搜寻未来时空的信息。二，根据地图指引的方向，前往后方的人类避难所，探寻自己想要的信息。我选择第二个。胆小的财神啊，你认为帝都沦陷之地太过危险，随时都有可能碰到凶恶的虫群，于是你决定根据地图的指引，前往后方的人类避难所。不过现在你所面临的最大危险，就是要如何走出这危险重重的地图区，并且你好像是个路痴，难以想象一份通往全国的详细地图摆在你的面前，你这位跨越古今的财神竟然无法分清地图上标记的方向。没有办法，你只能根据自己的感觉，跟随地图行走中。未来的世界电能丧失，电子设备都成了废铁，失去电子科技，人类文明一下子倒退了许多年。日记中的黑暗时代究竟对应着哪一年？夜马缺失，没有具体时间，甚至不知道是哪方战场失守导致的电源失效。在这种大事上胡乱提醒，是要出大问题的。孤独的财神啊，你在逃离帝都的时候，你遇到了3只外出觅食的飞虫。飞虫发现了你，并向你发动。你在逃窜的过程中，发现飞虫并不是你的对手，你向飞虫发起攻击，你击杀了3头飞虫。你动用财神神功，将3头飞虫的尸体火速炼化。啥意思？我在未来时空还能通过炼化来得到财源值？若如此，那简直就太棒了！以后不用太担心财乱时空的消耗了，或许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填补回来。虽说3头飞虫炼化后得到的财源值很少，换算成钱财只有1000块钱，但说到底，这1000块相当于白嫖啊！未来时空的异类数量多到令人发指，虫潮汹涌。我在为未来的同胞解决敌人的同时，还能有所收获，何乐而不为？就是不知道未来时空的山脉可以炼化吗？如果可以的话，每次去未来时空都炼化一下，那简直要发了。这个想法很大概率是空想，但总体而言是个好消息。其实我对财乱时空的收入没有太高的要求，
只要能回本，那就万事大吉。才乱时空回本意味着什么？意味着白嫖。白嫖的快乐超越一切。贪婪的财神啊，你在小试牛刀，发现可以炼化飞虫后，非常兴奋。你内心的定位很清晰，你是来收割财源的，不是来送死的。欺软怕硬的财神啊，你也只有在面对最微弱的同学时，才敢有这样的豪情壮志。这些文字千篇一律，都是在说明自己未来，在引诱杀戮飞虫。一只飞虫1000块，白嫖是开心，但自己花费了1000万开启才乱时空，最重要的任务是找寻人类抵抗基地，将武道革新信息带回。这点收益太低了，根本不能回本，1万头飞虫才能回本，这还仅仅是回本而已。而且身处沦陷区域，强大的虫群比比皆是，迟早会被发现。哈哈哈哈！听说财神到了，在哪儿呢？进来吧。不错不错，有了你，我想组织内应该不会再缺钱了。在任何民间传说当中，财神可都是无尽财富的象征啊。忘了自我介绍了，我是斗神，战斗的斗。我刚从使境中回来，知道组织又收纳新的成员，就连忙赶回来了。怎样，今晚要不要聚个餐？我们去喝点。斗神大哥，我不太会喝酒。哎，世上哪有人不会喝酒？喝着喝着就会了。而且你不是历练完成了吗？以你如今的身体素质，不行就用力量分解体内的酒精。我告诉你，在闲暇和平的时候，微醺状态是精神最放松、最舒服的时候。其实对于你的到来，我真的超兴奋。你别误会，我的取向很正常，没有那方面的癖好。你看，戏神老爷子不爱喝酒，每天只想鼓捣他的戏剧理论与试验，一聊起来就是戏剧什么的。偶尔说个电影，还是几十年前的老电影，你还没有体验过，等以后体验体验，你就懂了。封神吧，那还是个小娃子。我虽然喜欢喝酒，但我也不能带坏小学生，你说是吧？至于星神，他很忙的，而且忙的都是大事，咱还是不耽误国家大事的好。所以我就等着一个能陪我喝酒的兄弟加入组织了。这斗神不光是酒蒙子，还是个话痨。斗神大哥，我其实不喜欢喝酒，你要是不介意的话，我是可以以茶代酒。你成年了吗？成年了。成年了不喝酒，我喝酒你喝饮料，你这话说的，搁到我们那，你过年吃饭都是坐在小孩那一桌的。在我们家那边，我确实还算是小孩。那没事，慢慢来，我喝酒你喝饮料也行，这种事不着急。好嘞，我想喝酒的时候一定喊你。哎，酒这么好喝，你们为什么不喜欢喝呢？和朋友在吹牛的过程中胡吃海喝，尤其微醺之后畅谈人生，回忆过去，多开心。在击杀飞虫、收割财源的时候，这一边的战斗引起了附近巨虫的注意。不好，幸好因为你胆小的性格，你一直在关注周围的环境变化，在察觉到不对劲后，第一时间选择逃跑。该死，早知道就该学一门身法。贫穷的财神啊，面对巨虫的围追堵截，你是否要进行身法的锻炼学习？武技皓月甲阶段未入门。武技皓月入门阶段。斗神大哥，我观猿猴跳跃有所感悟，总结出一套身法，我来给你表演一下。哦，请开始你的表演。有点意思，这身法中的能量波动，来自过去时空的财神，冥冥之中，来自时空的力量作用在你身上，你的悔恨得到了有效的解决。皓月武技的记忆在你脑海中回荡。厄运缠身的财神啊，自过去来到未来，本就不属于这个时空的你，却还敢如此嚣张的肆意杀戮，现在是遭报应了吧？一条巨虫我能躲过，几条围杀
我这身法根本不小。你开始继续悔恨，悔恨自己没有在过去将身法武技提升到。我顶不住了，快氪金！武技后跃，熟练阶段，炉火纯青，纵跃间蕴含一定的灵动真意，伴随气血汇聚。我操，财神兄弟怎么蹦着跳着还来感觉了？这是顿悟了。财神兄弟，你这类似猿猴的身法，还是适合在丛林中跳跃。我们组织有地下训练基地，你要去吗？不用了，我就随便跳会儿。随便一跳都顿悟了，这可有够随便的。无碍，我可直接带你去。在丛林当中才是你这套身法的天地，这里有全程记录，你跳完可以复盘。财神的这套身法倒是和基础断体法挺搭的。你一直都在关注财神，你到底是重视财神，还是对财神不放心？你最近不是在忙着修补大阵吗？财神很重要，他不能出事。看出来了。我去计算这门身法，你慢慢和财神聊。真忙啊，本来还想着今晚聚个餐，吃顿饭呢。这么忙都要关注财神，星神是算出什么了？还是说那股特殊的能量？倒像是身体强大后自动衍生出的能量，同生命力有点像。财神倒是越来越有意思。在时空之力的帮助下，你的身法变得更加丝滑。与生之巨虫如果从四面八方赶来，将你包围，即便你身法再好，也绝无逃生的可能，只能穿越。懵逼的财神啊，你逃出狼窝，又入虎穴，并且这阴森诡异之地。斗神也死了，华夏总共才多少神字头天命者？帝都沦陷也不奇怪了。有什么问题吗？你用这种眼神看着我，怪怪的。也没什么问题，就是突然间有点感慨时光易逝，生命无常。大兄弟，我不是有意打探你的天赋神通，但我就很好奇，你不会也有那种预测未来的能力？我一个财神，哪儿来预测未来的能力？我就说，一个两个的，怎么可能都有预测未来的能力？话说，你知道残酷戏剧理论的大致内容吗？大概就是在一场戏剧表演当中，通过一种奇观化的手法来表现出狰狞恐怖，甚至引起观赏者强烈不适，进而刺激观赏者观赏欲望的一种戏剧手段。其实仔细想想，还挺有意思的。你真的不好奇吗？不好奇。行吧，不过等你以后想看了，或者想找刺激了，可以来找我。你向着斗神之墓走去，看着有些残破的墓地，忍不住叹息一声。来自过去时空的财神啊，明明在前一刻还在与你把手言欢的斗神，此刻却化作一副枯骨，就埋葬在你眼前。烈士斗神，死因2025年6月10日，死于东海保卫战当中。功勋：国家2级勋章获得者，蓝天勋章获得者，卫国勋章获得者，1级探索勋章获得者。评价：作为神字头天命者中战力支柱，斗神的陨落是国家乃至世界的重大损失。然天有不测风云，谁都无法预料。龙军、维利族和花霍族会在关键时刻倒戈叛变，令东海防线崩塌。斗神重伤垂危，山海总战场派出小队前来救援，但奈何斗神伤势过重，无法医治。最终，斗神在东海防线燃烧自身，为东海将士们的撤离争取了3天的宝贵时间。有大量天命者认为，若斗神不死，人类未来必然一片坦途。斗神大哥，我能问你一件事吗？假如未来发生大型战争，
你会在战场上信任异族盟友吗？在战场上，作为盟友，作为战友，我自当放心将后背交付对方。即便盟友是异族，既然肩并肩站在一起，我就会相信对方。当然，若不相信，我绝不会让对方成为盟友。将背后交付不能信任之人，那对己方所有人都是灾难。而且财神，你口中的异族应该是规则史境中的生物吧？虽然大部分史境生物对天命者有敌意，但万事没有绝对，一些史境生物对我们有善意。我在史境探索时，还认识一些史境生灵当朋友，有时还会找他们喝酒，他们也的确给过我一些帮助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这句话，我其实不赞同。万事万物不能用太过绝对的观点去看，任何观点都要把握一个度。斗神说的很理智，但未来的他被异族盟友反叛，身死道消，这是事实。非我族类，其心必异，这句古训或许是对的。关系最好的就是维利族的菲斯和花霍族兰心了，我们三个一见如故，甚至还结拜了。我也经常去他们族群内做客。维利族性格豪放，花霍族心思细腻，喜欢浪漫，他们都非常喜欢自然，热爱和平。有机会的话，我带你去见识一下。这两位可是我的挚友亲朋啊！破案了，维利族、花霍族，未来的东海保卫战中，就是这两个族群被刺，还都是斗神的朋友，甚至结拜了。这要怎么说？今天才认识，怎么开口？斗神大哥，我首先声明，我并没有挑拨你们朋友之间的关系，但我觉着吧……安了。不过既然兄弟你都提醒我了，我以后就再注意一下。这种嘴脸，这种说话说到一半突然沉默的语气状态，我可太熟悉了。星神也这样，看来这位财神也有和占卜、时间和命运挂钩的能力啊。细神洞察未来，星神占卜未来，风神也能感受善意和恶意。换句话说，组织里就我，除了打架，其他的啥也不会。正在感慨人心叵测的财神啊，你在观察斗神之墓四周的时候，不知道是不是你的错觉，这座墓碑竟然在微微颤抖。斗神不会是诈尸成精了吧？可他不是燃烧一切去抵挡敌人了吗？连个骨灰都不会有，即便有骨灰残存，灵魂也早就魂飞魄散了。茫然的财神啊，你看着墓碑震动的频率越来越快，幅度越来越大，周围诡异的声音此起彼伏，心中也逐渐发毛。在这荒芜之地，不会真的有亡灵出没吧？如果必定要死，那我也一定要在死前看看击杀我的凶手，然后看看能不能在过去时空将这个仇给提前报了。财神，许久不见，没想到唤醒我的竟然是你。你的神通别有天地，死后还能再度归来。这家伙是鬼魂，怎么有点像斗神？您是斗神？哈哈哈。财神兄弟，咋了？好端端的，怎么开始打量起我？没事，你接着说。当时惊险的很，我告诉你，要不是我脑袋反应快，用嘴炮强行改变了。庸碌的财神啊！你在确定斗神的真实身份后，开始同对方仔细交谈起来。时间紧迫，我得问清死因。斗神前辈，我想问问我的死因。来自过去时空的财神啊，你的一些话语引起了斗神残念的怀疑。现在，请你做出选择：一，告诉斗神你来自过去时空，如今正处于组织内部，和过去时空的斗神在聊天扯淡；二，向斗神隐瞒真实情况；三，编纂一个事实。未来时空可以改变，斗神知道真相也无妨。最坏的情况他是内奸，那就花费财源召回，这笔买卖值。你向斗神讲述了以前发生的事。哈哈哈哈哈哈！财神，你死于23年8月13日，帝都02号史境爆发，
被鬼乱王一抓斩杀。23年4月18号，帝都05号使境暴动，星神前去镇压。5月2号，广深07号使境震荡，我前去镇压。6月12号，星神回归。第二天，帝都01号使境暴动，系神、星神前去镇压。7月15号，魔都08号使境震荡，风神前去镇压。8月10号，魔都09号使境暴动，邪灵成群欲冲出使境大门，星神紧急回归，调动星等大阵狙击。而在13号，帝都02号使境暴动，鬼面一族在组织附近出现，财神遇害。这一切都像是一种布局，杀害财神的布局起码有18个种族精密配合，只为诛杀你。星神不止一次后悔，如果他当时没有调动星斗大阵狙击邪灵虫群，鬼面一族瞬间便会被锁定。18个种族联合诛杀我，我这么招人恨吗？使境生物对人类的布局也太清楚了吧？茫然的财神啊，此刻你才明白使境生物对自己的必杀决心。你不死，使境生物夜不能寐。大兄弟，你咋了？怎么感觉你有点迷瞪的样子？困了？没怎么，就是心有感慨，这世间之事也太复杂了吧？我靠，财神兄弟又占不出什么了。花霍一族的席有毒有蛊，不行，得找系神检查身体。哈哈哈哈！来，我们换个话题。我这次跟你讲讲我的维利族大兄弟，他们的性格都超级好。上次我拿着几箱茅台同他们换了一箱符文利器。既然财神有洞悉时空的能力，那维利族的事也得讲讲，以防万一。斗神在同你讲述了事情的大概经过后，表情突然释然。原来你在死之前曾应斗神之邀，同斗神一起外出喝酒找乐子，在醉酒状态下你晕晕乎乎的。同斗神说，若未来有朝一日你死得很蹊跷很诡异，不管证据是否指向封神，都一定和封神有关。于是在你死后，也就是23年10月，他和星神确定有内奸传递消息的事实后，他于郊区外将封神诛杀。思绪混乱的财神啊，斗神残念向你发问，你是否要告诉他真相？一，告诉他真相，让他知晓你对封神的猜测。二，隐瞒真相，随意编织一个封神叛逆的谎言。唉，旁白竟然让我选择，难道封神并不是内奸？我靠，维利族那群糙老爷们也有问题，烈酒里有毒，不行，得去找系神和星神检查身体。封神可以洞察善恶，唉，若封神不死，包藏祸心的维利族和花霍族绝对会被揪出来。这么重的叹息声，暗示已经这么明显了吗？维利族究竟对我做了什么？我有事先走。斗神怎么一副出大事的样子？怎么了？诚实的财神啊，你将原本的情况都告诉了斗神残念，没有一丝隐瞒。封神的行事风格的确有些问题，再配合你多次的诡异死亡，你判断封神是内奸也是极为正常的。但是否还有其他的判断依据？毕竟使境生物对你的执念有目共睹。财神，你来自过去时空，于你而言，这只是一次时空之旅，你并不在乎这一次时空的毁灭，因为你的时空还有无限的未来。但财神，于我们而言，这个时空就是我们的唯一。所以我想请你以后经历的每一个时空，在回归前都要确定自身获取信息的正确性，这样才能避免无辜时空的牺牲。在未来的时空旅途中，万望你能记住我今日的话。我有推倒重来的能力，但未来时空的人们只有这一次机会。我的每一次时空穿梭都会有一条时间线被放弃，大量的生灵失去生命。我并没有屠戮世界，
但世界因我而灭绝。刚才的话只是有感而发，并非抱怨。作为战友，我很高兴你有这般能力。主时空正向最正确的未来迈进，子时空线的牺牲可以换来主时空的真正光明。财神犹在，未来不灭。我期待在下一条时间线中与你相见，希望下次不会再以残念之躯出现。如果你能不断穿梭时空，收集未来成果反思过去，为何不将这说清楚？同星神讲明，同国家说清楚。星神和国家知晓你的天赋能力后，一定能在最短时间内将其发挥到最大功效。你们可以商量好一个地点，国家或星神在10年后的今天为你提供未来时空最宝贵的理论功能，这样你的搜集效率将得到最大提高。同国家合作是我一开始的基调，但组织内部或者国家内部有奸细，敌人对我这边的消息了解太通透了。在未确定内奸身份前，我不敢向国家摊牌。我信任国家，但不信任被侵蚀的人员。我不能接受这个提议，因为我担心组织内部有奸细。你的担忧是正确的，不管发生何事，哪怕所有人都牺牲，你也一定要保证自身的安全。只要你不死，国家和民族就还有希望。其他人你都可以不相信，唯独一人你可以信，那就是星神。他知晓你的真实身份，若他是内奸，国家和民族绝技不会撑到现在。不过你还是谨慎为妙，下次跨越时空，或许可以尝试更久远的时空，拉长时间线，去观望星神是否离可能。至于我，就是个管不住的话痨，尤其还特别喜欢和事是精神，所以这等大事无论如何都不能让我知道，否则一旦我嘴漏，于国家于社会而言都是一场灾祸，而我也将成为最大的罪人。果然，了解自己的还得是自己本身啊！继话痨、酒蒙子之后，斗神又多了一个标签——大喇叭。未来的斗神都这样说，那绝对是真理。以后有大事要言说，还是最后一个通知他为好。原来，在你的提醒下，星神在闲暇之时便会对基础断题法进行观看、推算和查漏补缺，希望可以找寻出你说过的灵感之光。但很遗憾，星神观看了很长一段时间，也没感悟到任何灵感。而在星神实力不断增强的同时，眼界也不断被拓宽。渐渐的，他发现了基础断题法 2.0 中可以加入一些星辰力量，以此来提高武者的上限。气血之力衍生自人的肉体本身，那是生命力量的一种分支。星辰之力无处不在，白天太阳耀时，恒星能量沸腾；夜晚皎月初时，卫星力量柔和。以星斗大阵引动的柔和星辰之力为引，加诸己身。星辰之力和气血之力融合，可催生出更强大的一股力量。两股力量相融的刹那，以气血共鸣之术导引，即可破开3阶门槛，成为3阶武者。由于武者群体巨大，为了诞生出更多的3阶武者，星神将基础断题法做了更改，令所有的动作都可以引导星辰之力淬体。为了纪念你的贡献，星神将基础断题法 2.0 装订修改后，更名为基础断题法 3.0。恰巧之前星神曾找我商议过武道之事，我也观摩并提出过一定的建议，所以对于基础断题法 3.0 我很熟悉。不愧是星神，斗神虽然比我死得晚，但也是个短命鬼。这么短时间，星神就能打破2阶武者门槛，修订基础断题法 2.0。我的决定是对的，劝说星神将注意力放在武道上，武道有了星神加入，会更快绽放光芒。这次 3.0 几乎是星神的功劳，那让他看看 3.0， 他不是又有顿悟的感觉了？双赢啊！在斗神残念的演示下，你很快看出了基础断题法 3.0 的与众不同，并凭借自身对基础断题法 2.0 出神入化的掌控，很快就学会了基础断题法 3.0。这次回去
一定要说服过去的他，同星神一起来修订基础断体法。星神对灵感飞扬的执着追求，我也想尝试一下那是什么感觉，肯定很爽。有斗神残念这句话，我就是下药、诅咒、精神蛊惑，无所不用其极，也要将过去时空的斗神忽悠来武道大家庭中。下药诅咒就算了，以我对自身的了解，多忽悠2次，说基础断体法需要我的帮忙，再陪我喝2次酒，估计也就差不多了。而且我这么讲义气的人，做这件事也很方便。擅长忽悠的财神啊，在将星神忽悠进武道中后，你成功的又拉了一位神字头天命者加入武道当中，而且还是对方主动要求加入。加把劲，接着忽悠。武道之花能否顺利绽放，全在你这张嘴上。哈哈，这该死的旁白怎么说话呢？什么叫武道之花全在自己的嘴上了？武道的不断发展，明明是一种大势所趋，否则在最初的时空中，星神怎会发明出基础断体法呢？接下来，斗神残念将要以横轴为事件发展脉络，纵轴为这个时间点上发生的大事为时间梗概，为你讲述22年7月之后发生的所有事件。尤其要记住，一定要拉我入伙，我愿意为武道奉献自己的青春。你死了，来自过去时空的财神呐！此时的时空长河敏锐地察觉到你不属于当前时空，拒绝接受你的灵魂，并对你的灵魂和真灵进行驱逐。这结束的速度，死亡的方式也太儿戏了吧！不过自己什么都对斗神残念说的话，那斗神残念应该是考虑到自己落到敌人手中，需要同等价值的财源进行强制召回，为了替自己省钱，一巴掌干掉了自己。在知道自己无法逃离的情况下，这般果断的做法的确是最合适的。最重要的是，敌人恐怕也没想到。其实斗神残念的话倒是给我提了醒，确实，现实世界当中，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，不能这般信任他人，否则一旦出现问题，自己无法承担其后果。但可以在财乱时空的那条时间线中去试探一波星神。对啊，之前自己怎么没想到呢？只想着付出双倍的财源去试探风神，为何不直接试探星神？星神可比风神重要太多了。只要确认星神不是内奸，那自己不就有可以相信的人了吗？斗神粗犷的面具下有着一副清秀的脸庞，大大咧咧的人设下藏着一颗细腻的心啊！这种人会是管不住嘴的话痨吗？在找寻到自己未来的方向，并且能以最快方式确定占有后，突然觉得未来并非是黑暗一片，我的手中掌握着未来。财神，你现在有事忙吗？不忙的话，上来一下，有件事需要你的参与。怎么了？财神，你来了。斗神刚才来检查身体，细神查出他会阴穴藏有一枚精神蛊种，花霍族的手法。会阴穴在哪？我只是暗示了一下斗神和维利族、花霍族的关系，没想到真查出东西了。花霍族已经动手了吗？在臀部，对，就是那个有点尴尬的部位。花霍族打的算盘挺好，精神蛊种不易察觉，机器和神具都查不出。这枚蛊种隐匿极好，至少是花霍族长老级人物动的手，还动用了宝物。谁没事会一直探查那里？多容易长针眼啊！星神知道我长什么样啊？财神，你得到的未来启示可以说多少？我运用星辰占卜得到未来启示，花霍族可信。现在再说可信，有点荒谬了。所以只剩一个结果，花霍族那边有妨碍星辰占卜的东西。这件事也给我提了个醒，以后面对使境生灵，我尽量不去占卜。占卜到假信息，还不如没有。
其实倒也不用这般灰心，对方可以影响星辰占卜的话，你把结果当成反面结果来看不就行了？星辰占卜是星象分支，放弃太可惜，只要方法得当，没什么不能用的。确实，但问题是对方一直干扰我，给我假信息，若信息时真时假，太考验判断力和运气了。生死攸关时，我不会去赌，毕竟我较为愚笨，脑子没有很聪明。凡尔赛，星神说自己脑子不聪明，武道开创者、先驱、星斗大阵布置者、组织建立者、山海总战场总统领，这样的人物说自己愚笨，那我算什么？弱智吗？财神，你从我身上看到的未来能说多少？我看到了，在未来的战争中，维利族和花霍族在关键时刻对你动手。从精神古种上，我猜出来了，未来花霍族迟早会对我动手。你身受重伤，无法逃离，自知必死的情况下燃烧自身，为大军的撤退。财神，你说的这么详细，没问题吗？未来变化无穷，不可捉摸，星辰占卜也只得模糊答案。他说的太直白，难道不怕天机反噬吗？没吐血，气息稳定，并无反噬迹象。微风告诉我，财神大哥内心毫无波动，所以不存在受到反噬强撑的情况。看来是我的思想狭隘了。好了，你如果觉得没问题，可以继续说。我就看出了花霍族和维利族背刺斗神的事情，其他的倒也没什么了。我操，那两个狗东西竟敢这样害我！想过无数种死法，却从未想过被朋友背刺。维利族和花霍族对我那么热情，我还以为自己眼光没问题，现在竟然在我体内种蛊，未来还要搞死我。华夏损失有多大，我都不敢想。我的建议，你和花霍族和维利族保持关系。都这样了，还接着玩，心得多大？你的实力不弱，精神蛊种对你造不成影响。那精神蛊种的作用是？以你为辐射核心，改变你周围普通人的思维模式。这蛊种波动微弱，需长年累月才能影响普通人精神，所以你无法察觉。所以我们周围的内奸是在蛊种影响下被迫害为爱国奸细。内奸数量不会少，他们自己都无法察觉，只有将来花霍族唤醒，才会变为插在我们内部的钉子。可他们本是爱国之士，若是敌人，我绝不心软。可这些忠良之士因为我才被污染，成为奸细，我如何下得了手？一切都是我酿造的罪恶，所以我才建议不要和他们闹翻，不要让他们察觉警惕。我们去找出被改变者，看能否驱除精神污染。如果已成定数，无法驱除呢？唉，你何必明知故问呢？人道主义可以调离岗位，但战争打响，他们就是第一批要清理的暗器。现在只希望你体内蛊种时间不长，影响的人不多。组织内部的奸细是这样来的？神字头天命者、星斗大阵，我的行踪都是被改变者传递出去的。难道我真的冤枉封神了？他上次诛杀李东，强行带我回，另有原因。如果封神没问题，未来斗神残念的愧疚感就是真的了。因为我的一些话，导致封神被杀，华夏几乎沦陷。事态都这般严重了，财神难道还有什么事儿没说清楚吗？财神大哥，清风告诉我，你心中情绪波动剧烈，似对我满怀愧疚。啥意思？财神怎么对封神愧疚了？他怎么封神了？现在不应该是斗神愧疚吗？财神凑什么热闹？我是看着斗神，突然觉得一开始对你的态度确实不合适。我的情绪变化，封神都能感觉到，有点尴尬，得找个东西遮掩。小风啊，别闲聊了，作业做完还有赌注呢。我又想到个好玩的东西，你肯定喜欢。
窦娥冤，封神的确很冤，不是内奸，却被我误认为是内奸，甚至在某个时间线被斗神诛杀。戏神是用戏剧来提示我吗？窦娥冤的3桩誓言，难道对应着东海保卫战失败、斗神陨落和华夏沦陷？看来我得好好了解戏剧了。趁大家都在，我想商量一件事。财神需要大量钱财支持，我想将组织内部资金交由他保管，各位有异议吗？我没意见。财神管钱，天经地义。财神加入组织，掌控资金是正常之事，难道还要我们管不成？我能问个问题吗？当然可以。神话里财神都很有钱，那财神大哥管钱后，我们是不是就不缺钱了，可以随便花了？其实不能这么说，神话里财神掌握万千财宝，随便变钱都是骗人的，起码现在还办不到。我虽为财神，但并不是很有钱。你这个并不是很有钱是什么意思？组织资金充裕，财神这话听着怪怪的，难道不让你们变穷？就是我的神通需要花费大量的钱，越多越好，没有上限。简而言之，我真的敞开肚皮花钱，组织的钱9牛1毛。放心，我不会花组织那么多钱的。吓我一跳！如果组织拨款全进他口袋，我岂不是没工资了？堂堂神字头组织发不起工资，怪怪的。对，目前阶段财神无法一次性吸收太多金钱，否则会造成经济动荡。既然大家都没意见，以后组织的钱就交由你掌握了。有关部门借用我的神具，对你吸纳金钱的上限做了预估，保守估计吸收10亿以下，在各部门有准备的情况下，不会造成太大冲击。但为了以防万一，你当着我们的面先吸收5个亿吧，现金或银行内部吸收都行。好，财源值 8.5 加，有财神直属财源，可直接吸收。之前没有加号，看来只有完全掌握的钱才能化作财源，否则单凭这项能力就能搅乱一个大国。不用现金也可以，那我就开始了。通知金融监管人员做好准备，开始吧。财源值58.5加。报告首长，帝都股市开始出现震荡，尽快平息。是，首长。报告首长，苏杭一国企传来信息，出现中等规模的烂账行为。区区5亿，竟能引起如此大的波动，天命者吸纳金钱的影响比预想的还严重。5亿的消失引起的反弹很大吗？国家能给5亿，我已经很满足了。剩下的买功法，用外国的钱充值财源，岂不美哉？反正美丽那经济危机是常态。没有很大，但和我的设想有点出入。5亿对国家而言，一朵小水花而已。但没想到，一朵小水花的消失，竟然能引起这样的波动。正常，毕竟这是5亿现金，资产和现金不一样。即便对于一个几十亿的大集团，资金链一下子缺失5个亿也是大问题。不用担心，让国家适应适应，以后就习惯了。财神若能推演功法，这钱国家必须拿。尤其斗神被重蛊后，和平时间不多了。基础断体法的售卖也已经准备了，不过你得抽时间录个视频，向国际朋友展示潜力。视频？当然。得让人家好好看看，人家才会掏钱来买，而且也只有他们主动来买，价格方面才好谈。对了，说起基础断体法，我又有了新的感悟。怎么样，改变大吗？正常操作，财神吸收了5个亿，推演出新功法也很正常。应该还行。脚步坚定不懈，信心十足不畏惧。谁的追求？信心十足的我说。同天命者升级的感觉完全不一样。
财神搞的这套东西有点东西。西神大爷，我能练一下试试吗？你想练就练，你问我干嘛？我不是问问你，看看你有没有什么高见。练吧，对于财神的这门功法，我没有什么想说的。财神在升阶，星神在顿悟。要是你的声音打扰了他们两个，估计他们两个以后能把你给生吞活剥了。星神又顿悟了，难怪他对财神如此关注。如果财神每次推演功法都能让我顿悟，我不得把他当祖宗供着。细神大爷，你说财神能让我也进入顿悟状态吗？我怎么知道？我还想顿悟呢。那种感觉，体验过一次，就永远不会忘记，那是何等的美妙。就算拿整个世界来交换，都不换啊。细神大爷，你体验过悟道的感觉？你以为谁都和你一样，是个只知道打架的莽夫？怎么说的话，还开始人身攻击了？细神大爷这语气怎么酸溜溜的？财神，你推演基础断体法时能选择方向吗？我无法决定方向，只能说你越关注基础断体法，下次推演出的就越向星辰方面靠拢。好，那我明白了。原来推演就是用金钱将未来存在的功法推演出来，自己越关注就越能牵引到相关方向。苏文演练的强身动作，我本来不感兴趣，现在又有点好奇了，世事奇妙啊。有人建议用基础断体法和国外交易，可以酌情换取对方的尖端技术，比如芯片、精密机床、非流通药品专利，甚至收回我国公司股份。毕竟人家收拢全世界人才，科技比我们强很正常。可以，这样做能更好地借助国外力量，国内国外双循环嘛。和平时期增强科技，对未来战争也是好事。好，这样选择就多了。有了技术，国内经济也能再上台阶，国家不会忘记你的贡献。我已申请，以后国际外汇交易会同步到我们组织账户，你可直接调用。虽然还没批，但只要你的成果绽放价值，就会落实。甚至国家可能因此调整战略，收拢外汇。基础断体法，大家的眼光都不差，都能看出它的价值。我现在期待着那些外国友人的到来。去未来时，能不能把未来科技也带回来？武器、功法都带回来了，就差科技了。未来的传功符传能记载科技信息吗？如果可以，带回来让专业人士研究，对付史记争论也是一大助力。2天后要下规则实境，必须在此之前完成学业，否则回来任务堆积如山。现在一举一动已能影响未来大势走向，世事无常。财源值15加生命体3阶，基础断体法 3.0 覆盖，花费了43.5财源，4亿3500万，2天成为3阶生命体，异类和自己都没想到吧？但2阶升3阶就花这么多，3阶往上恐怕更恐怖，速度会慢下来。上次才乱时空回来没引起时空长河关注，那就再去未来看看。这次发动后，这个时间线的自己一定要在死前和星神说明自己会在32年7月再度降临的事，也希望星神真的没问题。新入门的1阶财神啊，你消耗了一定的财源，以财源扰乱时空，强大的财源之力在时空中震荡，极其微弱的时空之力被震荡而出，裹挟着你来到了10年后。和10年前并无太大变化的生活状态，这一次我的决定是对的。帝都终于没再毁灭了，甚至可能连帝都战场都没开辟，情况特别不错。星神他们收复了帝都附近的史境，看来星神是完全可以信任的。心情雀跃的财神啊，你如同一位普通人一般徒步在街道上行走，你想看看平静安宁的帝都究竟是什么样子？如此大气，与江城武道图书馆完全不同。
被誉为武道开创者的财神啊！你是否要进入武道图书馆总部？一、进入，但刷脸进入后身份会暴露。二、不进入，去帝都的其他地方看看。谨慎为上，先在帝都瞅瞅，之后再进入。你强大的身体素质使你视力特别好，于是，在你的眺望前，你看到公园处举办的是华夏英烈纪念活动。英烈纪念活动，凭借多次死亡的预感，我感觉可能会有我的身影。之前只是自己祭奠，现在有这么多未来人陪着我一起祭奠，倒是一次不错的体验。刘卫97年出生，25年参军，为救护战友，荣获战斗英雄称号。孙强雷99年出生，24年参军，在广深战场英勇作战，荣获2次1等功勋。孙越95年出生，19年参军，在国防战场多次单兵作战，荣获战斗英雄称号。曹子越05年出生，26年参军，在帝都战场任单兵小队队长，多次完成斩首任务，荣获国防勋章。庞若雪10年出生，29年参军，在东北战场第7次血炬战中，以一人之力掩护全营撤离，荣获战斗英雄称号。高泽11年出生，战俘特殊小队队长，30年参加边境守卫战，最终全员牺牲。战争远比我想象的更加残酷，更加频繁。帝都的安宁是用一场场外部战争打出来的。这些被祭奠的烈士，有太多人比我年龄小，有些甚至在我眼中还是孩子。天真的财神啊！你知道，能参加祭奠仪式的烈士还是少数，更多的是战争死伤下的一个冰冷数字，一个无家可归亡魂的匿名者。虽然战争仍在持续，但起码帝都没有破灭，结局在向好的方向发展。我相信在星神的带领下，华夏的优势会越来越强。我没钱，去旁边瞅瞅有没有花朵。花朵并非售卖，而是免费领取，这是对英雄的尊重。星神死了？尽管我不想承认，但这熟悉的感觉，我选择相信的战友已然陨落，这完全超出了我的预料。前几次时间线中活得好好的星神，这次竟然死了。无能为力的财神啊！图闻星神噩耗，战友的陨落让你茫然，不知此刻的你有何打算？星神死了？这什么操作？我、斗神、风神都死过，现在轮到星神了，下次是不是系神大爷？星神知道我10年后会降临，不应该忍辱负重等着我吗？怎么就死了？平常时间线都没死，这次却死了。难道正是因为他得知我10年后降临，才会因此身死道消？在1年，国家英烈人物评价委员会主席徐慕云称，若星神仅如此，还不足以被推上神坛。24年1月18日，边防线49处，实境联合进攻，边境震荡，顶尖异类潜入，承受星斗反噬，凭着神魂俱灭，将财神于万众之下残忍杀害。1月19日，星神从总战场归来，参与财神葬礼。1月20日，星神出关，性情大变。他只身闯入边境线36号史境拉伊族区域内，漫天星辰之力降临，对拉伊族展开无差别屠杀。3月15日，边境线36号史境毁灭，拉伊族被灭，举世震惊。4月18日，财神陨落第3个月，星神孤身前往边境线08号史境火树族区域中，星辰之力覆盖火树族族地，08号史境破灭。5月28日，星神毁灭边境线06号史境。6月30日，
星神毁灭边境线14号时境；7月5日，星神毁灭边境线35号时境；7月17日，星神毁灭边境线01号时境；8月1日，星神毁灭边境线02号时境、04号时境和49号时境。3座时境在短短1天内毁灭，举世震惊。星神的疯狂报复引来几乎所有失境生灵的抵制和恐惧，甚至国家内部也有天命者排斥，认为他已经疯狂。5日后，异类强者来袭，星神诛杀43位皇阶异类，5位皇阶异类，并覆灭9座参战规模最大的规则时境。然而，星神喋血当场，星光熄灭。但在陨落的最后一刻，星神以残魂引动星辰，回馈星斗大阵。研究星神的学者一度认为，财神和星神之间的感情超出所有人的预料和想象。也有人认为，就是星神惨无人道的大屠杀，才导致异类进攻的疯狂。31年的评选中，委员会认为星神无愧神之名，也是当代华夏发展史中第1位载入史册的历史伟人。星神，他为了我，竟然